量子保密通信是怎么工作的？简单来说，它是基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利用量子态的叠加、纠缠和干涉特性来完成信息的传输，并防止其被窃取或者是篡改的。量子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性啊，即它可以同时拥有多种性质或者是状态。比方对一个光子来说，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面呢，它可以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或者是两种不同的自旋方向。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叠加态啦。虽然身处宏观世界的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理解，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只要知道它并利用它就行了。利用它什么呢？利用它的叠加态来装入信息嘛。传统计算机里面呢，我们会用二进制的0和1来储存信息，它对应的是晶体管的通电和断电状态。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量子的不同状态来储存信息嘛。比方说，用水平的自旋方向来表示0，垂直的自旋方向呢来表示1。好。但是区别就来了啊！由于量子具有叠加态，也就是说啊，它的自旋方向是既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不存在像传统计算机那样在通电和断电之间必然存在的一定的时间差的情况，所以它的运算速度以及信息的存取速度都要比传统计算机来的要快得多嘛。咱们就抛开运算不说啊，单说传输，现在信息已经装入到具有叠加态的量子里面了。那接下来呢，就该让它的纠缠特性出场了。什么是纠缠特性啊？简单来说啊，就是两个量子系统，比如两个光子，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关联效应了。如果将其中的一个光子送入到远程的接收器，它会失去原先的状态，但是与之纠缠的另外一个光子呢，却可以立刻感知到这个状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测量可以远程传输这个变化的信息。这种过程呢，就叫做量子纠缠态传输，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量子通信了。而它又是怎么做到保密的呢？很简单啊，基于我们刚才说的啊，如果有人想要窃取量子通信当中的信息的话，就必须要对传输中的量子系统进行测量。但你一旦测量啊，原本的量子的叠加态呢，便立刻就消失了。它叫做波函数塌陷，又是量子力学当中另外一个奇怪而又重要的现象啦。我们还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你想要知道一个光子的自旋，那就需要对它进行测量，对不对？但是在测量之前呢，人家可是处在拥有无数种自旋可能的叠加状态里面的，而为了让你测到一种状态，它只能在这个时候探索为一个可观测的状态了，即表现出一个确定值的状态，其他的无数种可能啊消失不见了。而这种状态的转变是不可能不被信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察觉出来的，而一旦察觉出来呢，信息的传输便立刻就停止了，从而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保密。其实我说的有点保守啊，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呢，量子通信的安全级别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当然，牢不可破也就有点无聊哈。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来就热衷于解谜的朋友而言，完全无从下手，就等于完全失去了乐趣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挑战已经被证明可以破解的那些密码呗，摩尔斯电码、恩尼格玛密码机，看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难以攻克的保密手段，如何在天才们的智力下被逐渐击破。世界上最著名的填字游戏，来自法老陵墓的密码，看那些充满魅力的深奥谜题是如何启发布莱切利庄园里面那些不可思议的大脑们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其中，你也可以在这些丰富道具的帮助之下，穿越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布莱切利庄园的大神们一起燃烧你的脑细胞。这本书《烧脑的布莱切利庄园》其实并不像是一本书啊，它更像是一场为谜题爱好者举办的 party， 所以你不是在读书，而是在亲身参与其中啊。